我是来自台湾的 RT Pastry 的创办人。我因为921大地震，所有的烘焙业有一点形成萧条，所以把我震到这个东南亚。OK， 你如果回想当时，你能够想到在马来西亚能够建立一个这样子的面包王国吗？我刚刚到马来西亚，其实最初的起心动念，我真的只想要成立一家店。我记得第一天的营业额有一点很惨淡，大概252块。第一天是252块而已，工资可能就超过1000块了。那我甚至还有想说，要不要到巴沙马兰来摆设这个档口。我们当初请了一个叶师傅，然后来教育我们。他认为每一个人都会有各自的产值，就是每一个北哥他可能一天必须要生产多少个面包，那是有经过计算的。这个也说明了我们其实很重视效率这一件事情，这样才是我们真正一个匠人的精神，才有办法让外界所知道。中国品牌卷入大马零售业正在面临降维打击的挑战，你的生意是不是还在跟中国的品牌打价格战呢？9月23号，马上来参加我们的2026年 BFM 财经实战论坛，主题就是零售龙卷风与中国品牌争锋。顶尖的行业领袖以及专家教你拒绝内卷，打赢主场保卫战。地点就在 Menara Can TDDI， 门票只要350令吉，而且还可以100%申请 HRD Corp 津贴，名额有限，购票马上到财经.my/dragon。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你好，我是能杰，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来宾呢，我真的是期待了非常非常的久啊。在雪隆这一带呢，如果你提到了面包或者是烘焙产品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心目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名字出现，但是呢，有一家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一定都吃过啊，而且他最近好像还上市了，做面包做到上市，真是非常的了不起啊。那这家呢，叫做 RT Pastry。那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呢，就在吉隆坡的达曼德萨开设了第一家社区小店啊，然后呢就陪伴大马的无数的家庭走过了将近23个年头。那么就在2026年6月份的时候呢， RT Pastry 成功的在马来西亚交易所 ACE 板块来挂牌上市。那其实在大众这个公开认购的部分呢，更是创下了惊人的 59.96 倍的超额认购哦。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这位来宾哦，就是 RT Pastry 的创办人兼集团的执行长吕群能吕师傅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 RT Pastry 的创办人，那很开心今天受邀来到这个电台受访。是，欢迎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在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呢，就看了很多你的一些背景资料，然后一边看一边吃着你们家的面包就特别有滋味啊。那其实大家可能不晓得，我们公司呢其实也是 RT Pastry 的一个爱用者我们的大内总管呢他在每个月都会好几次的都买 RT Pastry 来当我们的早餐那当然同事们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其实您刚才有介绍到您是从台湾从台湾过来马来西亚这边那你当初是为什么会从台湾来到马来西亚这边创业？是因为娶了马来西亚当地的太太是吗？我一直跟大家提到的是，我因为921大地震，所以把我震到这个东南亚。OK。那第一站其实是在新加坡。那时候我跟新加坡结缘，其实我那时候在台湾921大地震，所有的烘焙业有一点形成萧条。然后后来我的师傅本来他要到新加坡的，他已经答应新加坡要过去新加坡任职了，但是在临前的1个月，他告诉我，小吕我因为要结婚了，所以没有办法到新加坡。那他问我可不可以
代替他到新加坡来任职。我那时候犹豫了片刻，但是以前我们就是比较尊师，然后也因为师父的一句话，我们就答应。但是我告诉他，我去新加坡看看，如果合适，我再留下来。所以就前往了新加坡。OK， 那新加坡之后，是怎么来到马来西亚呢？新加坡应该工作了3年的时间，那也因为新加坡的这一间烘焙店，那也上市了。哦 ，OK， 是，所以那个时候新加坡的烘焙店就已经上市了。它是在我做了3年过后才上市的。OK， 那我就想说，这样可以有一个节点，那我可以就是刚好在这个时间，然后我就离开，就想到马来西亚来创业。OK， 来马来西亚创业，会不会当时就已经想好说来这边也是以上市为一个目标呢？没有，真的没有。当初是没有想到，没有。所以你自己回想这样子的一段历程，从台湾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其实你如果回想当时，你能够想到在马来西亚能够建立一个这样子的面包王国吗？边走，然后边一直往各个不同的方向去发展。我刚刚到马来西亚，其实最初的起心动念，我真的只想要成立一家店。那个时候就是第一家就在达曼德萨的那一家。本来只想一家店，没想到边做，然后就越开越多。是因为第一间店我记得第一天的营业额有一点很惨淡，因为以前不会做生意，所以第一天的营业额大概252块。那第一天是252块而已。那我请的工作人员跟这个伙伴，其实一天的就是工资可能就超过1000块了。那时候我其实很担心，这样怎么延续下去？那我甚至还有想说，要不要到巴沙马兰来摆设这个档口。那还好，很短的时间让我撑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间。那就让我从252一直成长到大概有3000块。那我那时候心就比较安定了。可是随之而来，也有很多的媒体来帮我们采访。那我们当中在达曼德萨有很多的日本人，那这个日本人其实算我们的贵人。那在成立的时候，他有很多来要求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他们开发一些他们日本人适合的口味？那我们都逐一答应，但是我们也没有很有把握，我们只有告诉他，我第一次试做，免费让你们试吃。那如果你们喜欢的，我在第2次再真正的上市。是，那就因为这样的测试得到他们很高的青睐，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品也贩售给他们，然后也在我们的店里销售。那时候他也帮我们在日本的商社就是推荐我们，就是达曼德萨有一间很适合日本人吃的面包店。就因为这样的广告，然后也让我们迅速的就是红了起来。是吕师傅，其实我在听到您讲你的历程，还有在聊到您的生意的时候，你的眼睛是有光的。那可见你对于烘焙是非常有热忱的，是吗？是，你是怎么样子开始对于这个行业开始产生兴趣的呢？我觉得得到顾客的称赞是比任何事情更重要的。就是顾客一个哇，你的东西好好吃，这个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然后那个也是对我们的信心跟肯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其实做得成功的食品行业，不管是面包也好，或者是各类的食品，都是有一种想要照顾他的顾客的这种心态。是。那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产品应该就像妈妈的味道，它可以感动人，它可以传递我们真正的用心，这样才是我们真正一个匠人的精神，才有办法让外界所知道。您提到匠人的精神啊，
因为毕竟您现在分店这么多，要怎么样子去继续维持这个匠人的精神，而且要让这么多的分店的品质是统一的。确实您也做到这一点，但是您要怎么做到？我们在这个20多年来，其实也有遇到很多的瓶颈。那在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还好都有很多的朋友跟老师出门来协助，然后让我们去就是克服这样的瓶颈跟难关。就好像我当初应该是开到第2家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以前是比较严格的，那有时候我们说话的语气比较重了一些，其实会让一些小朋友然后就会对我们反驳，甚至有顶撞。那一次的顶撞，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当下去做了深深的反思，是不是我对他这样讲是没有道理，或者是不对的？那就在这个关头的时候，我的朋友来介绍我去读这个 MBA。那读了这个 MBA 的第1堂课，我觉得我的管理知识确实很不足，然后也因为这样的过程，让我就是决定去就读这个 MBA。那当初我们到马来西亚，我们会从事航培业，其实我们的学历并不高的。那也当初台湾有一个五保村，然后我们享有了五保村的条款，所以让我们去成功的就读这个 EMBA。 那读了 EMBA， 让我们的眼界然后变得很开阔，然后也知道真正管理其实不单单只有做烘焙。好像我都告诉人家，我其实以前只会跟面包还有鸡蛋讲话。那因为慢慢的成立了这个连锁，因为开了第2间，然后要顾及的更多的人，所以他必须要具备的知识需要更广。那其实我相信管理的部分呢，等一下我们可以谈得更多，特别是现在已经上市了这么多的分店，我觉得那个管理的模式肯定很不一样。但我想要先回来来聊到你们的品牌的名称啊，就是 RT Pastry， 这个其实它的缩写是来自马来语的 Rumah Tangga， 是吗？是。虽然您的产品是比较走外国的风格台式或日式的风格，但是您的名字却非常的接地气，可不可以来跟我们来聊聊这个命名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以前我来，因为所设下的就是亚特，然后我就用了谐音是 RT。那 RT 的过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们当初其实真的有一点答不出来。那后来其实有经过了很多次的美化跟修饰。那我记得最初还有的是 Roti。OK， 是，然后还有的是 Recipe in 台湾。OK， 那有很多各种的这个点子，但是后来用这个 Rumah Tangga，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贴切，因为我觉得好的产品应该可以让大家都接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好的产品。所以您的名字呢，在最后它整个的定义也能够去凸显出你这个企业所要带出来的一个价值嘛，对不对？它是要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哦。但是在马来西亚走进每一个人的家庭里，你不止名字要在地化，你的产品也要在地化，对吗？虽然是日式的还有台式的这种烘焙的风格，但是在口味还有产品的种类当中，其实你也加入了不少本地的元素。是因为我觉得要让本地的各个族群的人喜欢我们的产品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我们有做了很多的尝试，包括我们的班丹 layer cake 是在我们的店里很受欢迎的。那我觉得我可以把本地的食材，然后把它道地化的发挥，那是对我们一个追求的不同领域。那我也要尝试，好像拉西拉妈的面包，OK， 椰浆饭的面包是，然后跟人当鸡的面包，这个是我们一直想要去突破，也想要去使用的。然后最近其实你们也得到清真认证了，是吗？你这个清真认证呢，其实
对于你们来说，肯定就是未来要来发展穆斯林的市场嘛。那但是在马来西亚，坦白讲，有很多原本是非穆斯林市场的这个食品或者餐厅，它在进入穆斯林市场之后，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兼顾。那您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或者你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吗？我们也是会遇到，因为有族同胞喜欢的摄糖量会比我们华人的市场摄糖量还要再高一些。没错，没错。是，那我一直担心，我会不会照顾到马来人的市场，然后没有把华人的这个健康这一个区块把它照顾好。这个是我们有一点两难的地方，也让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健康，这个出发点是很重要的。但确实我也觉得说穆斯林市场这几年可能他们的健康意识也慢慢抬头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肯定就能够在不同的市场受到大家的认可。我觉得在这过去的23年当中呢，你对于大马的消费者一定有非常深刻的观察，然后你有看到很多的同行起来，然后可能又没落，但是你们屹立不摇。你觉得说现在跟23年前比较起来，大马人对于面包产品、对烘焙产品的这个需求，它的是有哪一些的进化或者是不同点在哪里？在这个疫情过后，我觉得人们更注重这个健康。那在摄糖量，其实我们来到马来西亚这边，我们的糖的配方比例其实已经进行了超过2次的修正。我们刚开始可能一个配方里面有1000 gram 的这个sugar，然后在应该经历了10年过后，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修正，可能把它下调了10%。那在疫情过后，我们再下调了大概5%。是，那这个其实都是因为糖，其实对于烘焙食品来说，第一有软化的作用，跟这个防腐的作用。糖是天然的防腐剂，但是没有糖，这个面包又会变成比较硬邦邦的。了解，所以其实大家更对健康这个健康意识更加的抬头，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过后。那你们肯定是随着大众的口味以及对于健康的需求的不同，大概多久你要对产品要重新的去评估，然后重新的再去研发呢？我到做了烘焙业应该快要接近30年了，我们还是持续不断的吃自己做的产品。OK， 然后因为我们本身也常常在外面吃不同的东西，然后都必须要去自行的评估，这个东西会不会太油，会不会太甜，不可以让自己的味觉跟外界脱离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会有一群的试吃朋友们，然后不定时的帮我们来做产品的试吃。OK， 那你们家的产品其实大概是多久会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来刺激大家的味蕾？因为我觉得你们新产品推出的那个速度蛮快的，应该是2到3个月就会推出新的产品，一个新的面包口味。 OK， 好，然后可能随着不同的季节你们也都会，或者是不同的节庆你们都会推出不同的产品所以您背后是有一个庞大的研发团队吗？我们其实让大家有机会来发挥各自的创意。可能我们有一群那个面包的督导，那我也不想要埋没他们的创意，就是让他们可以想到，然后可以测试的就测试，虽然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成功，但是可以让他们的想象力可以发挥得出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有什么事情是您特别坚持的吗？我觉得在使用原料的部分，一定要让顾客实在安心，这个是重要的。就是安全，是这食安的问题要非常的重视，对，不能够因为销量或者不能够因为任何的原因而去妥协，是对。好，我这边有看到资料，就是 RT Pastry 在2025年是售出了高达549种不同的产品然后现在你们有这么多的分店，18家门市嘛。
要如何让每一家分店的面包然后都标准化，然后品质达到您的要求？我之前有访问过一个餐厅的老板哦，他是要到每一家门市每天去做品管。那我觉得现在18家应该不太可能啦，要每天您去这18家去做品管，但是你怎么做到？因为我真的到你每一家不同的门店去买那个产品，它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当中，其实我们以前顾客给我们的形容，其实有一段时间，应该也是回顾在10多年前，顾客其实那时候给我们的 feedback， 让我觉得，我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是不行的。他例如会跟我说，达曼德萨的面包比较好吃，苏邦的比较好吃，但是那时候有一间是不中，他就说不中的味道好像没有那么好。那一个他的反馈让我们就是有一点就是不知所措，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后来就去请教了台湾的师傅，然后请他来帮我们协助这一块，才慢慢的去克服了这个12生肖店的这个瓶颈，那也慢慢的把所有的品质跟他的口味找回来。我觉得这个非常了不起啊！但是即使要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呢，要扩张，然后18家门店，其实你自己心里面也没有挣扎过。就是如果是我的话了啊，比如说我开一家店，我可能就是一家小店，然后就顾着它这样子生活也比较稳定惬意。对，哇，你有没有曾经挣扎过说，到底我要不要去扩张这么多这么快？一切都来自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好像我刚开头想要和你说的，我只有想要开一间店。是，那因为生意越来越好，很多的这个同事加入，那也在第一年发 bonus 的时候，我回想到，总不可能只有我吃得饱，那这些小朋友他不可能就是这个一辈子都是领1分的薪水。在当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瓶颈，可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找答案，应该是3年过后我才真正的找到了答案。OK， 就是在一次的那个跟前辈的交流当中，他说其实现在很多的烘焙发展其实都是靠着内部创业，这样才有办法就是我们好，然后他也好，然后才有办法这个工作伙伴可以跟我们长久的联系在一起。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第4间店的就开始采用这个内部创业。当然这个内部创业我当初听到的只有内部创业4个字，可是它在执行上其实我们也有遇到很多的疏失跟过错的。那其实在我们当初在第4间店一直到第8家店迅速的扩充，其实都采用这个内部创业。这个内部创业也让我很安心，因为品质有人可以帮忙把关，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老板，他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很到位。OK， 在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一些的决策，或者是这样说好了，你觉得你做过最艰难的决定是什么？我觉得我做过最艰难的决定是当初在这个内部创业的过程，那他们第1年就可以开始分这个盈余了。那我当初觉得大家都分得很开心，可是后来我们的会计部告诉我，师傅，我们的公司欠了 supplier 大概2个多 million。 那当下也让我意识到，他们的投入应该是不是可以再缓一点才来发这个奖金给他们。这个是我当初把这个事情喊停的时候得到很多人的不谅解的。 OK， 后来这件事情是我相信应该也圆满落幕，对不对？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股东他不能够理解我们的想法，其实当中也有人撤离的。 OK， 好，如果有企业也想要来做所谓的这种的内部
就是内部创业的事情，有哪一些弯路，或者你们曾经走过，你觉得是比较不正确的这个道路，可不可以跟我们经验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是需要把所有的条规理清楚，然后说就是条规把它列明好，然后避免就是在合伙的之前，大家可以有这个共识，有共识才有办法走得更长远。OK， 大家要有共识，是对。好，那其实我相信 RT Pastry 经历了市场的洗礼，但是你们肯定有一直坚持的一个企业精神啊。您觉得您的企业其实一直在坚守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企业精神呢？我一直希望可以满足顾客的需求，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因为我们烘焙业其实会有一点跟时尚有一点关系，它不可能吃一个甜食吃10年20年，那还是必须要一直的去研发。那研发可能我们还是要跟得上流行，可能最近比较火红的叫做杜拜杜拜巧克力 OK 是，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流行性的产品，虽然它不一定可以销售期很长，但是可以让顾客可以试到不一样的产品。 OK 好，一直不断的创新，其实我觉得是很烧钱的一件事情那其实不管是多大的企业要往前走，肯定是要去累积能量。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贵公司呢，成功的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 A 板块上市啊，而且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大众认购的部分呢是哇，这个得到了非常惊人的成绩，然后成功募集到了1648万令吉啊，在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截止上个星期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啊，所以我就很想要请您在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聊，就是您会如何来使用这一笔融资的钱来发展公司的未来呢？因为我突然觉得我拿了这个所募集的这个资金，我的肩膀变得更重了。那我也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好好的去把这一笔钱经营好。我当初会选择 IPO 这一条路，我其实是因为一直想要成立一个观光工厂。OK， 那我一直希望我的工厂可以让大家看得到，然后吃得到，就是让这个过程可以让所有的消费者更安心，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然后来看面包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跟蛋糕的生产过程。因为我觉得我有需要让顾客就是知道它更深一步的这个产品。OK， 这观光工厂现在已经有确定会在什么地方吗？选址的部分？其实在这个选址上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拿捏到很好，然后也一直还找不到一个很恰当的这个位置。OK， 是，那就祝福你们很快可以找到这个地方，我也很期待但是其实您的答案我是有一点点意外的，因为通常企业老板来这边，他们募资到的时候呢，融资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说我要开更多的门店甚至发展到全国甚至到东马这个会是你们其中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计划吗？是。发展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很稳健的这个工厂，然后来支持前线的门店，然后来做局部的生产，这样才有办法让这个企业走得更长更稳。那东马的部分呢？因为其实我听说有些东马的朋友也在敲碗希望你们可以发展过去。应该是3年前我有到东马来看市场。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没有到这个东马？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机好像是刚好疫情的时候。OK， 好，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招股书里面是提到要到关丹，东海岸。好，那东马的朋友可能要先等一等了好，可以，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未来
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在日本啊或台湾有一些知名的这个面包或者是点心，他们会进驻到比如说到便利商店 7-Eleven 啊，到全家便利商店，你们会有这样的规划吗？有，我们这个也是在我们的考虑当中的。OK， 这样让大家更能够，即便你们没有门市在当地，但也是能够享用到你们的产品哦。或许可能我们可以来聊一下现在整个烘焙餐饮业啊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你们会怎么样子去面对哦，包括了像是人才流失率高啊，或者是这个原料成本波动，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地缘政治也是非常的不稳定哦。那这其实会是你们的痛点，对吗？是，那其实你们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呢，还是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啊！这个净利率是达到了10%，哇，这个成绩非常亮眼。在这么动荡的时代，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应该是从俄乌战争那时候应该是最艰难的。那时候我们一直担心一包面粉它会上涨超过100%，还好这一件事情没有发生。那其实在这个应该算面粉跟乳制品对于我们烘焙业来说是非常挑战的。没错。那我们怎么因应？只要不浪费，我们就赚钱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要守住不浪费的这一个区块。 OK， 只要不浪费就能赚钱。是 OK， 好。但是10%的这个利润，其实我觉得很多企业应该都非常的羡慕啊。您自己在管理上面，因为您刚才说要做到不浪费嘛，但是您一天也只有24小时，然后你也只有一双眼睛，你要怎么样子去盯住大家做到不浪费这件事情呢？这个我们当初请了一个叶师傅，然后来教育我们。他认为每一个人都会有各自的产值，那这个各自的产值，其实在现在我们还是在落实着，就是每一个贝哥他可能一天必须要生产多少个面包，那是有经过计算的。这个也说明了我们其实很重视效率这一件事情。很重视效率。是，我相信你整个企业管理的文化应该也跟别人不太一样。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秘诀？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的。那我一直觉得应该要尊重人，然后信赖人。OK， 要授权。是，然后把每一个同事当作家人来对待。因为他们的心情好，可以反映出产品好。然后也可以让产品应该做起来是会微笑的。确实，在走进你们门市的时候，我相信不同的连锁，不管是餐厅也好，或是面包店也好，其实它的企业文化是怎么样子，肯定就可以从这个一线的店员的表情，他有没有微笑，够不够积极，我们就可以看到。要怎么样子去驱动店员的积极性，即便在老板没有看到的时候，他能够积极的为客户来介绍产品，或者在收银的时候他会面带微笑。你们怎么做到让前线的人员充满积极性？这个再回想应该接近20年。 OK， 20年其实是我们就是校长兼敲钟的那个年代。是，那其实我们当初是没有店长制的。那也因为这个店长制的关系，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知道自己各自的岗位是什么。因为谈管理职责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了职责过后，大家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自己的分内工作是什么。 OK， 我相信您这些年来你自己心态转变应该也是蛮大，对，从以前校长兼撞钟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但现在企业已经做大了，要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应该也不可能了，对不对？但是会不会有时候还是觉得说忍不住我还是想要去管一下，会有这样子的时候吗？还是会的。 OK， 是，可是我们又不能亲自的去告诉我们的基层人员，我们还是要让他的店长或者我们的经理们知道，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管道。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聊说，特别是管理可能00后啊，现在可能再过几年10后也要出现了，对不对？
这个管理的模式肯定跟过去，因为毕竟像我是1976年出生的，那我们可能奴性比较坚强啊，就是老板骂2句，我们可能就是反正就是牙一咬一吞啊，就过去了。但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不能够这样子。对，所以你们的企业其实在面对基层越来越年轻这件事情，有没有特别是现在也上市了，那现在大家也都是在谈 ESG 啊，所以在管理上面，其实你们有没有哪一些是觉得说，做起来其实蛮有心得的，特别在管理小朋友这个部分？这个虽然我还没有做到，但是我一直希望我可以做得到。就好像有一份那个14代的年轻人的报告，其实他们最希望可以跟 CEO 吃一顿饭。OK， 那他们扁平化是他们希望可以真正的知道公司的这个决策层是想要什么。那我觉得这样的沟通其实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虽然我还没有做到，但是我一直希望可以把这一项事情给做好。还有 ESG 的这一个区块，我觉得每一个做生产方的或者每一个经营者，他都必须要去重视这一块，因为有很多的资源他没有办法去再生。就好像我一直希望可以用太阳能发电来烤面包，因为这个绿色的能源它是取之不尽的，它跟一些的石化燃油是不一样的。那我一直希望可以去突破，然后也可以把这一个区块做好。还有我们在污水处理的这一个区块，这个都是我们为了我们未来的子子孙孙应该要努力的。是我觉得企业主对于环境、对于社会责任有想法、有概念，这个其实不只是对员工，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福气啊。那其实今天节目最后呢，我还是想要请教您这个问题，就是您对整个公司未来在大马乃至可能有没有想要再扩张到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啊，或者是您对于公司未来的一个前景，就是可不可以最后再来跟我们补充，就是你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跟计划呢？我觉得我要把烘焙业实现到 ESG， 然后结合的楷模跟模范，然后可以让很多的同业然后来参观我们，然后甚至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来做这个分享。我希望可以做到大家都成长，而不是只有我们各自的成长。这个是我觉得我做一个经营者很需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好的。是。就像您有提到的这个观光工厂的部分，其实你提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有独到的眼光才会想到这件事情哦。那也祝福你们的观光工厂可以早日找到这个合适的地点，然后也希望 RT Pastry 不管在马来西亚或在任何地方呢，未来都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好，今天非常感谢吕师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那对于今天的这一段的访问，那您的想法又是什么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来留言，不要忘记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